你好，我是艾利克萨里，马上就要过年了。那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聊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今天主要聊一下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 Peter Thiel 在去年成功高点套现比特币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老观众应该都还记得，去年4月份我出过一期视频啊，我说当时的 Peter Thiel 在比特币大会上高喊了，比特币还有100倍的涨幅。当时的价格呢，比特币是43000美元一枚啊。令人震惊的是啊，当时呢他已经在默默的卖出自己投资基金公司的几乎所有的比特币。1个月之后呢，Luna 崩盘，比特币跌到了17500。时间过去将近1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啊，不由得唏嘘啊，所有的所谓的投资大佬都在忽悠韭菜。从2021年马斯克忽悠韭菜高点站岗狗币，再到这一次事件，那么我们小散户韭菜投资或者是投机客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全自己的资产？另外呢，通过这些分析呢，我将在节目的最后给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可能会影响你未来5到10年的投资计划，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好，我是艾利克萨利。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那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请大家务必擦亮眼睛，在熊市当中割韭菜的镰刀呢依然没有停止。我每天的邮箱和电报呢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广告营销所骚扰。大家目前呢也不要相信任何博主给你推销的任何的项目啊，记住是任何项目都不要信啊，除非牛市真的来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啊。2022年4月9号我发布了这么一期视频啊，视频的题目是比特币还会涨100倍，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涨起来啊？当时呢是因为看了 Peter Thiel 在2022年迈阿密比特币大会上公开表示，他说比特币呢还会涨100倍。Peter Thiel 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人啊，我尊重他，甚至超过尊重 Musk。那 Peter 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一手创办了 PayPal， 后来呢被 Musk 收购，后来又投资了 SpaceX 以及 Facebook， 再后来呢又投资了非常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有100多家，可谓是眼光独到，嗅觉灵敏，很少有失败的时候。2022年4月7号他在迈阿密比特币大会上说2018年才开始投资比特币啊，记住，他说是2018年，并且高调宣称比特币还会上涨100倍。那一天呢，比特币的价格呢是43000美元一枚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正处于法定货币制度的尽头，比特币被低估了，但完全有可能取代黄金。而实际上呢 Peter Thiel 创立的投资公司 Founders Fund 早在2014年就开始投资比特币了。那 Founders Fund 于2014年年初对比特币进行了首次投资，随后又对加密货币追加了大量的投资。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不到1000美元， Thiel 也成为了最早将资金投入比特币的知名投资者之一啊。那么他之前在比特币大会上说2018年呢，后来被证实呢是2014年就开始投资了。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时间差的这个谎言？所以说Peter 当时在比特币大会上呢是欺骗了几乎所有的比特币的信仰者啊，因为他所投资的这个 Founders Fund 这家公司呢，它并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投资的具体的时间以及具体投资了多少资金。但是呢，最近他们卖出比特币的消息走漏了出来，就在 Peter 像传销投资一样向广大比特币的信仰者散布比特币还会上涨100倍的同时，他的投资公司卖出了几乎所有的比特币。那么他们拿了8年净赚了18亿美元啊！不久之后风暴就席卷了币圈， Terra Luna、Celsius 以及三箭资本等知名的加密货币公司纷纷破产。第二大交易所 FTX 因欠下超过30亿美元而倒闭，它的联合创始人 SBF 也被控多项欺诈指控。那市场对加密货币的信心进一步受到打击。去年11月，比特币的价格跌到了15599美元，为2年以来的最低的价格。到了2022年的12月份呢，比特币的价值呢较峰值下跌了75%左右啊。那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呢蒸发了2万亿美元。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呢有何感受，会不会对比特币以及加密货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那这里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啊。那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呢是持有5位比特币的人，那涨到6万的时候，我曾经
微信上问他要不要出掉一部分，他说除非有重大紧急用钱的时候，不然呢不会卖掉任何一个比特币。那就在去年的11月份啊，他告诉我说他自己生了一场重病，差点死掉。那活过来之后呢，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卖掉一部分比特币，用来享受目前的生活，而不是延迟享受。所以听完这个故事啊，你自己呢在心里面告诉你自己，比特币到底是什么？那不需要在评论区写出来，只是让你自己知道一下啊。那 Peter Thiel 呢是一个投资大佬，在各个领域的投资呢都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高收益。他在2014年就发现了比特币，随即呢就重资金买进去了。按照比特币信仰者的说法呢，是只买不卖，不到100万美元不出货的这种说法。那 Peter Thiel 呢，应该还要再拿2个周期以上，等待上到100万美元。但是呢，他在2022年4月份就果断清仓。那这个是不是说明他看到的未来的5到10年内不会达到这个高度，或者说他看到了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决心，以及对未来经济的不看好，所以暂时离开这个市场？按道理呢，你卖呢就卖掉了，对吧？那么没有义务去公告天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去知道？但是呢，你完全没有必要忽悠所有人说比特币还要上涨100倍，而且呢是在4万多的高点，而且呢是就在你卖出比特币的同时，那这个做法呢确实是非常值得让人推敲。那么我们结合马斯克在2021年5月8号对狗狗币粉丝的戏弄，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呢，资本大佬根本呢就没有把韭菜当人。那是的啊，非常残忍的一个事实。我们经常说投资就要反人性，那如果说把你当人是人性的话，那不把你当人呢就是反人性。那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赚到大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啊？所以说在这个市场你需要做的呢就是反着解析这帮大佬大镰刀的思维，分析他们的思维。首先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待，因为正常人呢不会做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出来。那完了还会振臂一挥说为了人类未来，真是搞笑。加密货币呢是一个缺少监管的市场，那我最近想了很多的解决方案。目前除了监管到位，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帮助韭菜们活得更久。交易所、借贷公司说破产它就破产，说倒闭它就倒闭了，大家的钱呢说没就没了。那这在哪个市场能看到这么割韭菜的方式呢？没有监管的加密行业一定不会长久。那这个行业呢，就是一群传销投资的带着另一群乌合之众在疯狂的收割普通散户们的钱，是一个绝对的零和游戏。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光头的卖牛肉的大佬说，这个游戏呢它不是零和游戏，纯属放屁啊。那他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努力搬砖挣来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啊，那我自己呢跟自己点一个赞啊，这个世界上还愿意这么分析跟你说真话的，也只有我们这些还没有发大财的小博主了。一旦我们也到了这种割韭菜的境界了，你还能在我的视频里听到多少真心话呢？那我也希望咱们频道的朋友将来呢在发现我变了的时候，在评论区狠狠的批评我。那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市场上坚强的活下去呢？首先呢，这些资本大佬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要仔细的辨别。可能他们说的话里面呢，2分是真话，3分废话，5分的假话，真假掺杂呢才能骗得过你。那我之前多次在视频里面说，方舟基金的木头姐呢是一个大号的韭菜，还有人不同意。其实木头姐呢是我第一个开始怀疑的资本大佬，那多次忽悠比特币的拥护者。我们也经常嘲笑说孙宇晨的话有多假，可能孙宇晨只是城府不够深。其实呢，他们跟马斯克、木头姐以及 Peter Thiel 对比啊，孙宇晨可能呢他不会伪装，被我们大家就识破了。但是归根结底呢，他跟前面这几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那这个结论呢仅供参考啊，不做投资建议。那这个结论呢就是极有可能下轮牛市比特币不会创造新高，可能在未来的10年呢都不会达到前面的高度了。那你要问我这个理由是什么呢？那我只能勉强的来跟你说一下啊。那第一呢，就是美联储缩表的规模以及量化的宽松政策在5年内都很难转变，都很难去反向啊。那第二呢，就是 Peter Thiel 迈出的这个动作是基于他自己的判断，那我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眼光，除非有人爆料说Peter Thiel 又抄底了，否则呢卖掉所有的比特币，这不是他的投资风格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那对会员群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进行咨询。那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